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还真敢来啊！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林雪和她老公并肩而立，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嘲讽表情。但真正让我感到窒息的，并不是这些尖锐的话语。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酒杯差点从指尖滑落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个月前，我做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定，离开工作了8年的北京，接受杭州一家公司的高薪聘请。说是巧合也好，说是命运也罢，这家公司恰好位于林雪的故乡。林雪，我的大学初恋，那个在我心里埋藏了15年的名字。2009年大学毕业时，我们因为工作地点的不同而分手。我去了北京打拼，他回到了杭州。分别的那个夜晚，我们都哭了。他说，如果有缘分，总会再见面的。15年过去了，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事业，也谈过几次恋爱，但始终没有结婚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林雪，想起她离别时的眼泪，想起她说的那句如果有缘分。接到杭州这份工作邀请时，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了。年薪比北京高出30%，职位也是我一直想要的技术总监。但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是林雪的故乡。我没有犹豫太久就答应了。朋友们都说我疯了，放弃北京稳定的生活，去一个陌生城市重新开始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为了事业，更是为了心中那个未了的情结。来到杭州后，我没有主动联系林雪，我告诉自己，如果真的有缘分，自然会遇到。果然，命运很快给了我机会。来杭州的第2个月，我收到了大学同学张伟的微信：老陈，听说你来杭州了。我们几个老同学准备聚聚，你来吗？我的心跳又一次加速。张伟是我们班的班长，如果他组织聚会，林雪很可能会参加。我来，我几乎是秒回的。太好了，时间定在下周6晚上7点，地点在市中心的一江南酒楼。对了，林雪也会来，她现在可是我们这里的成功女性呢，开了一家设计公司，还嫁了个好老公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的情绪复杂极了。高兴的是终于能再见到她，失落的是她已经结婚了。但我还是决定去，哪怕只是见一面，聊几句，也算是给青春一个交代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为这次聚会做准备。我去买了新衣服，理了发，甚至还特意去健身房加强了几次锻炼。我希望能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他面前。我想象过无数次重逢的场景，我们会相视而笑，回忆起大学时光的美好。他会夸我这些年的成就，我会祝福他的幸福生活，一切都应该是温馨而美好的。周6那天，我提前1个小时到了酒楼，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不停地看手机，等待着他的出现。7点整，包厢的门被推开了，张伟最先进来，后面跟着几个熟悉的面孔：李明、王华、小刘。我一个个打招呼，但目光不自觉地望向门口。7点10分，他终于出现了。林雪还是那么美，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很浅，身材依然窈窕，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，就像大学时我最喜欢的那种风格。她的身边站着一个男人，应该就是她的老公。男人个子不高，身材微胖，戴着金边眼镜，看起来颇有些商人的精明样子。林雪，我站起来打招呼，声音有些激动。他看到我时，
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，但很快就恢复了礼貌的笑容。陈浩，真的是你啊？张伟说，你来杭州工作了？是的，刚来2个月。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一些。这是我老公，李总，他介绍道。李总，这是我大学同学陈浩。李总伸出手和我握了握，笑容中带着一丝审视。久仰大名。林雪经常提起大学时的同学们，我们坐下来开始吃饭聊天，起初氛围还算融洽，大家谈论着各自这些年的经历，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林雪告诉我们，她大学毕业后先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几年，后来自己开了设计公司，现在事业发展得不错。她和李总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结婚5年了，还没有孩子。轮到我介绍时，我简单说了自己在北京的工作经历，以及现在来杭州的情况。陈浩现在是技术总监呢，年薪肯定不少吧？李明开玩笑地问。我笑了笑，没有直接回答。这时候，我注意到李总的眼神变得有些不一样，似乎在评估着什么。酒过3巡，话题逐渐变得轻松随意，有人开始聊起大学时的趣事，有人分享着最近的八卦新闻。我趁机和林雪聊了几句。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图书馆的日子吗？当然记得。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温柔。那时候你总是很认真地做笔记，我就在旁边偷偷看你。这句话让我的心头一暖，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而美好的年代。但李总突然插话，我们家林雪现在可不去图书馆了，她现在喜欢去高档的咖啡厅谈生意。哈哈，虽然是玩笑话，但我听出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。随着酒局的进行，我发现李总的话越来越多，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炫耀着什么。我们家林雪的设计公司现在可是杭州小有名气的，去年营业额突破了500万。前段时间我们刚换了辆新车，宝马 X5。林雪说开着舒服。我们在西湖边还买了套别墅，周末可以去度假。每说一句，她都会看我一眼，似乎在观察我的反应。林雪坐在她身边，偶尔会拉拉她的袖子，似乎在暗示她少说点什么。但李总显然没有收敛的意思。陈浩，你在北京这么多年，应该也买房了吧？现在北京房价可不便宜啊。李总突然把话题转向我，买了一套小两室，还在还贷。我如实回答，哦，小两室啊。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轻蔑。北京房价确实高，小两室也要不少钱呢。张伟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，连忙转移话题。来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喝酒。但李总似乎还没有说够。陈浩，你今年多大了？35了吧？还没结婚啊？这个问题让我有些尴尬，还没遇到合适的。哎呀，35了还单身，在我们这边可是大龄青年了。李总摇摇头，不过也是，在北京飘着，确实不容易找对象，不像我们本地人，根基稳，找对象也容易。林雪终于忍不住了。老公，别说了，我这不是关心老同学吗？李总笑了笑。陈浩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？我们这边还是有不少不错的姑娘的，就是可能条件要求高一点。我感觉到了一种被冒犯的感觉，但还是礼貌的回应，谢谢，暂时不用。别客气嘛，老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李总继续说道。不过确实啊，现在的姑娘都很现实，要房要车要存款。你刚来杭州，暂时确实有点困难。包厢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尴尬，其他同学都低头吃菜，不敢接话。
我看向林雪，希望她能说点什么，但她只是低着头，似乎在回避我的眼神。李总说的对，没想到林雪突然开口了。现在的社会确实很现实，女孩子找对象都希望找个有实力的。她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中没有了刚才的温柔。陈浩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确实该考虑现实问题了。光有一份工作是不够的，还得有房有车有存款，这样才能给女孩子安全感。我愣住了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林雪吗？你看我老公，他继续说道，虽然不是什么大帅哥，但是有事业有担当，能给我想要的生活，这才是成熟男人应该有的样子。李总听了很得意，搂住林雪的肩膀，还是我老婆了解我，我感到一阵窒息。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重逢，这简直是一场单方面的羞辱。林雪，你变了，我忍不住说道。我没变，是你太天真了。他冷淡的回应，大学时的那些浪漫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，现在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应该面对现实，所以当年的一切对你来说都不重要了。我问道。他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我现在很幸福。李总在一旁补充道，对啊，我们现在过得很好。陈浩，你也别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了，该向前看了。我感到胸口发闷，想要离开，但又不甘心就这样走掉。这时候，张伟站起来打圆场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别说这些了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，祝愿大家都前程似锦。大家举起酒杯，但氛围已经完全变了。我勉强喝完这杯酒，准备找个借口离开，但更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就在我准备告辞的时候，李总的手机响了，他接了个电话，说了几句就挂了。不好意思，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得先走一步。他站起来准备离开，林雪也起身，那我和你一起走。你别走啊，好不容易和老同学聚会。李总笑着说，我去处理一下就回来，你陪同学们聊聊天。说完他就匆匆离开了。包厢里只剩下我们几个同学，我以为气氛会好一些，但林雪的态度依然冷淡。陈浩，你为什么要来杭州？他突然问我。这个问题让我有些措手不及，我总不能说是为了他吧？工作机会比较好，我含糊地回答，真的只是为了工作。他的眼神有些锐利，其他同学察觉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，找借口出去抽烟了。包厢里只剩下我和林雪两个人。你想听真话吗？我决定坦诚一些，说吧，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放不下当年的感情。他听了，脸色变得更加复杂。陈浩，你真的很幼稚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吗？你以为跑到我的故乡，我们就能重新开始吗？他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，告诉你，不可能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而且过得很幸福，我没有想要破坏你的婚姻。我解释道，我就是想见见你，聊聊天，回忆一下过去。回忆过去？他冷笑一声，过去有什么好回忆的？我们当年分手不就是因为现实吗？你去北京，我回杭州，如果真的相爱，为什么不能为了对方妥协？说到底，还不是爱得不够深。他的话像刀子一样刺向我的心脏。那不是，我想要反驳，别找借口了。他打断我，你知道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吗？毕业后，我等了你3年，3年，我以为你会来找我，我以为你会为了我放弃北京的生活，但是你没有，你在北京过你的好日子，我在杭州一个人打拼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
我从来不知道他曾经等过我。你等了我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我等你吗？让你觉得我离不开你吗？他的眼中含着泪水。我也是有自尊心的，我不会去求一个不爱我的人。我爱你，一直都爱你。我激动地说道。别说了，他摇摇头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不会让我等3年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出现。包厢里安静下来，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平静了一些。后来我遇到了我老公，他虽然不浪漫，但是很实在，会照顾我，会给我安全感。我不想再等一个虚无缥缈的爱情了，所以你就嫁给了他。对，我嫁给了他。他的语气很坚定，而且我们很幸福。他给了我想要的生活，给了我稳定的未来。我感到一阵绝望，所以今天你和他一起羞辱我，就是为了告诉我你很幸福。我没有羞辱你，他否认道。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，我们已经不可能了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说那些话？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因为我怕。怕什么？怕自己心软，怕自己后悔。他的声音变得很小，所以我必须把话说绝，必须让你死心，也让我自己死心。就在这时，包厢的门被推开了，李总回来了。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他笑着走进来，但当他看到林雪红红的眼眶时，脸色立刻变了。怎么了？谁欺负我老婆了？他的语气变得不善。没事，就是聊起了一些往事。林雪连忙擦掉眼泪。李总看看我，又看看他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。陈浩，你对我老婆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是聊聊大学时的事情。我解释道。聊大学的事情能把人聊哭。他的声音提高了。你该不会是想勾引我老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愤怒地站起来。我说什么？我说的是事实。李总也站了起来。你一个35岁的老光棍，跑到我老婆的故乡来工作，还装作偶遇。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？林雪拉住他的胳膊。老公，别这样，别拦着我。李总甩开他的手。这种人就该好好教训一下。陈浩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算盘，想追我老婆，做梦去吧。其他同学听到动静都回来了，看到这个场面都愣住了。够了，我实在忍不下去了。李总，请你说话注意点。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们的事情，没做对不起的事情。那你来杭州干什么？那你今天约我老婆单独聊天干什么？他步步紧逼。我们只是聊聊过去，聊你们谈恋爱的事情。李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陈浩，我劝你识相点，离我老婆远点，离我们远点。你这种穷光蛋配不上我老婆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。你说谁是穷光蛋？我说的就是你。他毫不示弱。35岁还是单身，在北京只买得起小两室，工作了这么多年，还要换城市讨生活。你不是穷光蛋是什么？包厢里的气氛剑拔弩张，其他同学都不敢说话。就在这时，林雪突然开口了。陈浩，我老公说的对。林雪的话如同重锤一般击在我的心上。他站在李总身边，眼神中没有一丝温度。你确实不该来杭州，不该来参加这个聚会，更不该对我抱有任何幻想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锋利。我不敢相信这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他继续说道。35岁了，还像个愤青一样，以为世界欠了你什么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我老公吗？因为他成熟，有担当，知道怎么照顾女人。而你呢，只会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，自怨自艾。林雪，我想要说什么，
但他没有给我机会。你以为你来杭州我会很感动吗？你以为我会因为你的深情而感动吗？他冷笑道，告诉你，我只觉得可笑。一个连自己生活都安排不好的人，还想来拯救别人的爱情。李总在一旁得意地笑着，还是我老婆看得透彻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嘲笑我。陈浩，我最后告诉你一次。林雪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。我现在很幸福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，也不需要你的爱情。你该回到你的北京去，找个合适的女人结婚生子，过你该过的生活，别再做这些幼稚的梦了。张伟看不下去了，站出来说，林雪，你这话说得太重了。重吗？我觉得不重。他看向张伟，有些话不说清楚，有些人就永远不会明白。然后他转向我，陈浩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看着他，这个曾经温柔如水的女孩，现在变得如此陌生，如此冷酷。我明白了，我强忍着心中的痛苦。既然你这么决绝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站起来准备离开，但李总却拦住了我。等等，话还没说完呢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我问道。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。他的脸上带着恶意的笑容。我老婆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其实都是为了照顾你的面子。真正的事实是，老公，别说了。林雪拉住了他。为什么不能说？李总甩开他的手。既然要说清楚，就彻底说清楚。他转向我，陈浩，你知道我老婆为什么这么恨你吗？我愣住了。恨我？对，恨你。李总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你以为他等了你3年是因为爱情？告诉你真相吧。住口！林雪突然大声喊道。但李总已经说不住了。他等你3年，不是因为爱你，而是因为恨你。他要证明自己比你过得好，他要让你后悔当年的选择。包厢里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我看向林雪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这不是真的，对吧？我的声音都在颤抖。林雪没有回答，但她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李总得意洋洋地继续说，我老婆从认识我的第1天就告诉我，她有个前男友在北京混得很惨，他要过得比他好100倍，让他后悔一辈子。哈哈哈！我感到天旋地转，差点站不稳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陷阱，一个精心设计的复仇计划。我看向林雪，想从她眼中看到一丝否认，但她只是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所以，从我来杭州开始，你就知道了。我问道。她终于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含着泪水。陈浩，回答我。我厉声说道。是的。他的声音很小。张伟告诉我你要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我感到一阵绝望。所以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安排的，包括你老公的羞辱，包括你的冷酷，都是为了报复我。他点了点头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但这眼泪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包厢里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被这个真相震惊了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转身走向门口。但就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，他突然说了一句话，让我的脚步彻底停住了。陈浩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林雪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带着一丝颤抖。我回过头，看到他正看着我，眼中有着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。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一个关于你的秘密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清晰可闻，一个足以改变我们所有人命运的秘密。李总的脸色突然变了，他似乎想要阻止林雪继续说下去。老婆，别，闭嘴！林雪厉声打断了他，然后看向我。陈浩，
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当年为什么选择去北京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年在北京都做了什么吗？我的心跳突然加速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你以为你隐藏得很好，但我都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他的声音越来越激动，包括那件事，包括那个人，包括……够了！李总突然站起来，狠狠地给了林雪一个耳光，清脆的耳光声在包厢里响起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而我感觉血液都凝固了。林雪捂着脸颊，震惊地看着李总，这是她结婚5年来第一次被丈夫打。你疯了吗？她的声音在颤抖。李总的脸色铁青，眼中透露着恐惧和愤怒。我告诉过你，有些话不能说，永远不能说。包厢里的其他同学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，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我想知道林雪要说的秘密是什么，但同时又害怕听到答案。李总，你这样打女人不合适吧？张伟站出来说道。关你什么事？李总恶狠狠地瞪着他。这是我们的家事。林雪慢慢地放下捂着脸的手，左边脸颊上清晰地印着红色的手掌印。他看着李总，眼中的爱意彻底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和失望。5年了，5年来你一直在骗我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却比刚才的愤怒更加可怕。我以为你爱我，我以为你能给我想要的生活，但现在我才发现，你比任何人都要虚伪。你胡说什么？李总有些慌张。我胡说。林雪冷笑一声。那你告诉大家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那个秘密？你为什么那么害怕？李总没有回答，但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我越来越好奇，这个所谓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让李总如此害怕？林雪转向我，陈浩，你想知道真相吗？我点了点头。那我告诉你。他深吸一口气。15年前，我们大学毕业后，你选择去北京，我回杭州。但你知道吗？你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，其实是我爸爸给你安排的。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爸爸在北京有个朋友，开了一家科技公司。毕业前，我求他帮忙，给你在那家公司安排了一个职位。林雪的眼中含着泪水。你以为你是凭本事找到的工作，其实那是我为你铺的路。我感到脑袋嗡嗡作响。我一直以为我在北京的成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，没想到起点竟然是他给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问道。因为我爱你，因为我希望你能有好的发展。他的声音哽咽了。即使我们分手了，我还是希望你能过得好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知道你的自尊心很强。如果你知道是我安排的，你肯定不会去。他擦了擦眼泪。所以我让我爸爸的朋友假装是正常招聘，让你以为是自己的实力。我感到一阵眩晕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为自己的奋斗历程而骄傲，没想到起点竟然是这样的。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林雪继续说道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发现了一个关于你现在这份工作的秘密。我的心又开始狂跳。你知道杭州这家公司为什么会高薪聘请你吗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主动联系你吗？他看着我。因为有人在背后操作，有人想把你引到杭州来。谁？我急切地问道。林雪看了一眼李总，李总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是他。他指着李总。是我的丈夫。这个答案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敢相信。1年前，李总偶然知道了你的存在，
知道了我们的过去，他开始调查你，发现你在北京的生活并不如意，于是就想了一个计划。林雪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冷。他联系了他在杭州的朋友，让他们用高薪把你骗到杭州来，然后在聚会上羞辱你，让我彻底死心。我看向李总，他的脸色苍白如纸。这是真的吗？我问他。李总没有回答，但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不仅如此，林雪继续说道，他还威胁我，如果我不配合他的计划，他就要毁掉你在杭州的工作，让你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。我感到一阵愤怒。所以你今天的表现都是被迫的，一部分是被迫的，一部分是我真的恨你。他坦诚地说道。陈浩，你知道我这些年过得有多痛苦吗？我表面上过着光鲜的生活，但内心深处一直在折磨自己。我恨你当年的不辞而别，恨你让我等了3年，更恨你让我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但是现在我更恨他。他指着李总，他利用我对你的恨意，设计了这个阴谋。他让我意识到，我这5年的婚姻生活其实是一个笑话。李总终于开口了。林雪，你不要乱说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的婚姻，为了让你忘记过去，为了我们的婚姻。林雪冷笑道，如果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婚姻，你应该用爱来感化我，而不是用阴谋诡计。你这样做，只说明你根本就不相信我会真心爱你。李总被说得哑口无言。而且，林雪继续说道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其他秘密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养小三的事情吗？这句话如同重磅炸弹。李总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你胡说，他反驳道。我胡说。林雪从包里拿出手机，要不要我把证据给大家看看？李总慌了，他想要抢夺林雪的手机，但被他躲开了。还有你的公司。林雪继续爆料，你知道他的公司是怎么赚钱的吗？表面上是做贸易，实际上是在做一些见不得光的生意。够了，你再胡说我就……李总威胁道，你就怎么样？再打我一巴掌。林雪毫不畏惧。李总，你的真面目已经暴露了，还要继续装下去吗？包厢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，其他同学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情复杂极了。虽然李总的行为很卑鄙，但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感到多少快感。相反，我为林雪感到难过，为她这些年的痛苦感到心疼。林雪，我轻声说道，对不起。她看着我，眼中有些意外。你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我让你等了3年，因为我没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出现，因为我让你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真诚地说道。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陈浩，其实我也要道歉，我不应该恨你这么多年，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报复你。没关系，我理解你的感受。我说道，如果我是你，可能也会这样做。就在这时，李总突然暴起，想要攻击我，但我早有防备，轻松地躲开了他的攻击。李总，你最好冷静一点，我警告他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的生活才变成这样。他歇斯底里地喊道，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贪婪和虚伪。我冷冷地说道，如果你真的爱林雪，就应该用真心对待她，而不是用阴谋诡计。李总还想说什么，但张维已经叫来了酒店的保安。李总，请你离开，不要再闹事了。保安说道。李总看了看周围的人，发现没有人支持他，只能愤愤地离开了。包厢里安静下来，只剩下我们几个同学。林雪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看起来很疲惫。林雪，你现在怎么办？张伟关心地问道。
我会和他离婚。他平静地说道，这段婚姻本来就是个错误，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会重新开始，重新做回我自己。他看向我，陈浩，你呢？你还会留在杭州吗？我想了想，我会留下来，至少把这份工作做完。至于以后，再看吧。那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他问道。我看着他，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，现在看起来如此脆弱，如此需要关怀。当然可以，我微笑着说道。我们本来就应该是朋友。他也笑了，虽然眼中还有泪水，但那笑容是真诚的。聚会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中结束了。离开酒店时，林雪和我并肩走着。陈浩，他突然说道，谢谢你今天没有揭穿我的谎言。什么谎言？我问道。关于我等你3年的事情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。其实我没有等那么久，大概1年多就开始相亲了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你，一直在关注你的消息。我笑了，我知道，如果你真的等了3年，就不会恨我这么深了。你早就知道了。他有些惊讶。猜到的，我说道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向前看，都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。他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对，陈浩，我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爱你的人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你也是，我说道。林雪，你值得更好的爱情，值得更好的生活。我们在街头分别了，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夜色中，我心中有一种释然的感觉。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，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3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林雪的离婚消息。她重新开设了自己的设计公司，生意做得很不错。我们偶尔会联系，但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。至于李总，据说他的公司出了问题，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而我继续在杭州工作生活，虽然这份工作的起因有些复杂，但我决定把它做好。毕竟无论起点如何，未来还是要靠自己去创造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年我们都更加坦诚一些，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些误会和伤害？但是人生没有如果，我们只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，然后继续向前走。这个故事告诉我，爱情需要勇气，需要坦诚，更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都要学会原谅，原谅别人，也原谅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